都闪开！是镇北侯府的人，曹侯爷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看着杀气腾腾的，莫非是边关又打起来了？嘿，你们都猜错了，那是因为什么？不是边关战事，是曹侯爷家那位混世魔王又闯祸了。曹侯爷啊，这是急着去善后呢。什么？曹侯爷英明一世，怎么就生了这么个不学无术的混球？而且这次小侯爷曹峰闯下的可是弥天大祸。什么大祸？火烧聚贤楼，暴打六皇子。什么？连皇子都敢打？这可是要诛九族的死罪呀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曹家这次怕是要大难临头喽！快，跟上去看看热闹。哎呦，老侯爷，您可喜喜没来了，奴家还以为您把奴家给忘了呢。来，奴家替您消消火。滚！曹峰，你这个孽畜，给老夫滚出来受死！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大事不好了！老侯爷拎着刀子来了！我你妈，好大，好白啊，好软！我靠，这是做梦吗？这梦也太真实了！小侯爷，您真坏！小侯爷，快跑啊！老侯爷真的提刀上来了！你他妈谁啊？老子好不容易做一个春梦，跟着老子好事儿！小侯爷，是我呀，我是喜顺儿。您快跑吧，不然被老侯爷逮住，少不了一顿毒打。我操！我穿越了，传承大前王朝镇北侯的儿子！老天爷，你待我不薄啊！回头我高低的给你磕一个！孽畜！我曹家家门不幸，竟然生出了你这么一个东西！老夫今日便要清理门户，剁了你！老侯爷，不要啊！我靠，来真的！这爹是真想砍死我！孽畜！今天老夫非劈了你不可！火烧聚贤楼，暴打六皇子！尼玛！老子穿越到王侯之家，正准备享福呢，你这秦氏真是给我做了个大死！不行，再跑下去真要被砍死了！好汉不知眼前亏，爹，孩儿知错了，还请爹爹恕罪。这孽畜又在耍什么花招？哼，孽畜，你这一招求饶的法子不好使了。今日若不将你这个不孝子给砍了，老夫无颜面对列祖列宗。爹爹，有话好说，孩儿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决定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了。重新做人？你可还记得3年前你当街纵马撞断了兴国侯3根肋骨？当时你也说过要改过自新，可3天后你就当街强抢民妇，差点闹出人命。你以为老夫还会信你的鬼话？我靠，前身这么作死的吗？可他妈跟我有个毛的关系啊！爹，孩儿知道以前顽劣不堪，给您丢脸了。只是我娘去世的早，您又常年镇守边关，孩儿没人管束，这才……孩儿命苦啊！孽畜，你住口！你娘还没死呢，她10月怀胎生下你，你不念养育之恩，反倒在此诅咒她。老夫今日非劈了你不可！我娘没死，坏了，刚穿越记忆混乱了，玩脱了。爹，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从这跳下去。哼，你跳啊！你要是摔死了，正好我曹家少一个孽畜，地京少一个祸害，全当是为民除害了。这么高，跳下去不死也得惨啊！爹，虎毒不食子啊！老夫生了你这么个孽畜，是我曹家家门不幸，你不敢跳，就给老子滚下来！看来今天这一关是过不去了，只能豁出去了。爹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火烧聚贤楼，暴打六皇子，是孩儿惹下的弥天大祸，让他们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孩儿这就以此谢罪，来世再孝敬您和娘。孩儿走了。儿子，
在干什么呀？儿子但凡有个好歹，家里的母老虎还不得将侯府给掀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救人！幸亏楼不高，还有布垫着，不然非摔死不可。儿子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死了，爹可怎么活呀？爹，您松开点儿，孩儿快被你累死了。儿子，你还活着，老夫就知道我儿吉人自有天相，肯定没事儿。儿子，伤到哪儿了没？爹，孩儿无碍，无碍就好，无碍就好。儿啊，都是爹的错，爹不该逼你。你放心，天塌下来，爹给你顶着。不就是火烧聚贤楼，打了皇子吗？没事儿，大不了老夫不当这个侯爷了，也要厚着脸皮求皇上饶你一命。这一劫总算是过去了。镇北侯世子曹峰何在？魏公公，曹侯爷，内阁裴阁老与六皇子殿下在朝会上弹劾镇北侯世子曹峰嚣张跋扈、火烧聚贤楼、暴打皇子等大罪20条。皇上震怒，要老奴亲自走一趟，缉拿世子曹峰，下狱问罪，以平众怒。这孽畜这下捅破天了，可他毕竟是我儿子，进了黑衣卫的大牢，只怕性命不保。来人呐，拿人！且慢，贵公公，我儿纵火打人，罪责难逃，但请看在我曹家数代人为大前流血战死20余载的份上，容我带逆子先进宫面圣请罪。若陛下降罪，一切与公公无关。请。多谢贵公公，今日大恩，没齿难忘。管你妈！这皇宫气派，不愧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，太他妈豪华阔气了。皇家重地，谨言慎行。金殿后，一切由为父出面解释请罪，你不可再胡言乱语，招惹祸端。是。皇上有旨，宣镇北侯曹振世子曹峰觐见。我你妈都盯着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美人，这感觉跟高考考场似的。罪臣曹振携犬子曹峰拜见吾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操，好凌厉的目光！父皇，儿臣与那曹峰无冤无仇，他不仅火烧儿臣的聚贤楼，更是暴揍儿臣。儿臣虽不成器，却是皇家子嗣，岂容外人羞辱殴打？还请父皇为儿臣做主，诛杀此子，维护皇家脸面。没出息的东西！身为大前皇子，在外被暴揍一顿，已经丢人现眼了。这老六不以为耻，还好意思站出来让朕给他主持公道？没出息的玩意儿！你大爷的！你上来就告黑状，还想治我死罪？太他妈狠毒了吧！记住你了，皇上，臣教子无方，以致犬子做出火烧聚贤楼、殴打皇子这等恶举，这一切罪责都在臣。皇上，镇北侯世子曹峰以下犯上，当街殴打皇子，按我大前律法当诛。镇北侯教子无方，致使其子品行恶劣，如今火烧聚贤楼、殴打皇子，影响恶劣至极，望皇上明察，严惩曹振父子。皇上，曹峰今日敢打皇子，明日却敢造反，臣恳请皇上罢免曹振官职，以正朝纲。皇上，臣冤枉啊！借题发挥，这是想把我爹拉下马？老爹是个武将，怎么能斗得过这帮玩笔杆子的？他要是倒了，我还怎么当我的逍遥世子？不能坐以待毙！皇上，草民冤枉啊！哦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何来冤枉一说？曹峰，今日你若拿不出一个让满朝文武信服的解释，便是欺君之罪，罪加一等。孽子，你胡说什么？赶紧给皇上和六皇子殿下认错！皇上，草民之所以火烧聚贤楼，事出有因。聚贤楼号称我大秦贤才汇聚之所，可在我看来，里面那些吟诗作对的所谓贤才，不过是一群沽名钓誉的废物而已。放肆，恕子而改！你这是想与天下贤才为敌吗？皇上，此子供人辱骂，我等朝廷大员，请陛下降旨，诛杀此僚。请皇上诛杀此僚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
我骂你们是废物了吗？裴侍郎这么着急跳出来，难不成是心虚了？你休要狡辩，你分明就是含沙射影，辱骂我的。裴侍郎，你这么着急对号入座，莫非是承认自己就是那沽名钓誉的废物？我不是。退下。孽子，我原以为你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了，结果你，老夫今日就打死你，为我曹家清理门户。慢。曹峰，你若再敢在朝堂之上胡言乱语、大放厥词，便是死罪。皇上，草民并非胡言乱语，聚贤楼那些所谓的贤才，徒有虚名，他们上不能安邦定国，下不能为黎民谋福，不过是一群只会吟诗作对的废物。曹峰，你这粗鄙武夫，斗大的字不识一筐，安敢在此大放厥词，嘲笑我的？就是，我看你才是废物中的废物。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。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里闲帆塞外生。沙场秋点兵，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悬金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。好一个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好一个可怜白发生。你既能为老国公作词，想必也能为他人作诗。朕便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就以六皇子为题，即兴作诗一首。若能让朕满意，你火烧聚贤楼之罪，朕可从轻发落。这有何难？煮豆持作羹，漉池以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此乃国之栋梁，命诸蒙尘至今，实乃我大秦的损失。恳请皇上重用此等贤才。父皇，田大学士所言极是，儿臣附议。臣附议，请皇上重用曹峰。皇上，此次不过是运气好，恰好背过2首诗罢了，岂能因此就委以重任？更何况他殴打皇子，
火烧咸楼，桩桩件件都是死罪，皇家颜面何存？国法何在？皇上，裴侍郎所言甚是。曹峰自己也说会作诗算不得贤才，如今怎能凭2首诗就将功折罪？殴打皇子乃是大不敬之罪，臣恳请皇上一律严惩，以儆效尤。臣恳请皇上严惩曹峰。无论如何也要保下风儿。曹峰，你火烧聚贤楼，朕可念你文采尚可，既往不咎；但你殴打皇子，藐视皇家威严，论罪当斩。报！800里加急，辽州急报！宣，皇上，辽州节度府800里急报，胡人黑谷等13部于月前骑兵5万，叛乱了。节度使李督军殉国，辽阳城沦陷了。岂有此理！胡人反复无常，竟敢杀我封疆大使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皇上，胡人欺胆战胜，臣等战战，定要踏平胡人部落，为李使君报仇。皇上，老臣愿为先锋，荡平叛乱，扬我大前国威。皇上，不可呀！战端一开，劳民伤财，这些年讨伐次数还少吗？哪一次不是大军一撤，胡人复叛？长此以往，国库空虚，国将不国呀！上书所言极是，胡人亦是我大前子民，当以安抚为主。安抚？你们安抚的还少吗？我大军每次将胡人镇压，都是你们这些所谓的仁德之臣上书求情，要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结果呢，换来的就是放虎归山。如今李使君尸骨未寒，你们还想安抚？简直是通敌卖国！李将军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，杀戮解决不了问题，只会让仇恨越结越深。够了！胡人一再挑衅，朕一再宽宥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。如今杀我大臣，占我城池，朕意已决，兴兵讨伐，以安天下。皇上英明。诸位爱卿，谁能献上破敌良策，朕重重有赏。皇上，胡人骑兵犀利，我军当树壁清野，依托城池，消耗其锐气，待其粮草耗尽，再出兵决战。胡人多骑兵来去无踪，此计无法对胡人形成有效的打击。皇上，末将以为。皇上，难道满朝文武竟然不出一个痛击胡人之策？皇上，草民有破敌良策。孽子，军国大事，岂容你胡言？退下！爹，孩儿心里有数。曹峰，你一介纨绔也懂军国大事，好，朕就听听你有何良策。臣有上、中、下3策，不知皇上想听哪一策？上、中、下3策。一一道来。草民遵旨。下策乃雷霆一击，永绝后患。抽调我大前龙骧军、神武军等全国精锐，凑齐30万大军，则以老将统领，以泰山压顶之势兵发辽州。此战不计伤亡，不计钱粮，只求一决字。大军所过之处，人畜不留，杀他个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将所有胡人部落连根拔起，彻底杀绝。如此，则辽州再无反叛之忧。此策好处可一劳永逸，但弊端也显而易见。我大前倾巢而出，胡人骑兵必会四散奔逃，难以全歼。且国中空虚，周边强敌若趁虚而入，我大前将有亡国之危。此乃孤注一掷之法，不胜则亡。皇上，此策太过凶险，万万不可，不能为解借赖之患而置国家于险地呀。中策，中策乃分化瓦解，以胡制胡。辽州境内胡人部落林立，彼此间矛盾重重，并非铁板一块。朝廷大可重金厚禄，拉拢其中忠于我大前的部落，
许其高官，封其爵位，让他们为朝廷效力，去攻打叛乱的部落。我等只需坐山观虎斗，任其自相残杀，无论谁胜谁败，损耗的都是胡人的力量。届时，朝廷不费一兵一卒，便可坐收渔翁之利，将立于不败之地。但此策同样有弊端，唇亡齿寒的道理，胡人也懂。哪怕那些部落拿了朝廷的好处，却出工不出力，与叛军虚伪夷，届时朝廷怕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得不偿失。那么上策呢？设流官，兴教化，移民戍边。这不是破敌之策，倒像是治国之道。他们便会从心底里认同自己是大前子民。第3步，移民戍边，鼓励我朝内部百姓迁向辽州定居，开垦农田。只要我大前子民在辽州扎下根，人丁兴旺，胡人便再也不敢兴风作浪。好一个设流官兴教化，移民戍边，此乃固本清源、安定百年的万世之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啊！镇北侯世子曹峰富有韬略，不愧是将门虎子。皇上谬赞，草民愧不敢当，能为皇上分忧，乃草民之幸。但此3策虽好，却也难敌你殴打皇子、触犯国法的死罪。糟了，这老狐狸还是要治我的罪。皇上，草民自知罪该万死，火烧聚贤楼，殴打皇子，皆是草民一人所为，与曹家无关，还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我曹家世代为将，对大秦忠心耿耿，战死沙场的族人不下30，我曹家堪称满门忠烈。曹家之功，朕自然记得。草民身为曹家子嗣，若因私斗被斩首于世，实在是无颜面对列祖列宗。草民恳请皇上给草民一个轰轰烈烈战死沙场的机会，我愿手提3尺剑，为大秦流尽最后一滴血。如若皇上应允，草民死而无憾。皇上，上阵父子兵，老臣愿与犬子同赴辽州平叛，为大秦马革裹尸，万死不辞。父皇，请看在曹氏满门忠烈的份上，给曹峰一个去战场杀敌、将功赎罪的机会吧。恳请陛下给曹峰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臣等附议。父皇，曹峰殴打儿臣，罪不可恕，但他既有心为国战死，儿臣也恳请父皇成全他，给他这个机会。曹峰上了战场，刀剑无眼，本皇子看你怎么死。罢了，朕念你曹家世代忠良，本就想饶你死罪。你能主动恳请去战场杀敌，报效朝廷，朕心甚慰。既然如此，朕便成全你的忠心，传朕旨意。传陛下旨意。镇北侯世子曹峰殴打皇子，本是死罪，但念其有献策之功，且有报国之心，特赦免其死罪。谢皇上不杀之恩，草民必定肝脑涂地。朕还没说完，命曹峰为大前辽州军正九品任勇校尉，即刻赴任，戴罪立功。曹峰，朕给你这个机会，你可不要辜负。为了防止你懈怠偷懒，等你什么时候累功至从3品云辉将军，再回帝京吧。如若不能，那就为我大前戍边，一辈子不得踏足帝京半步。从9品到从3品，何止天壤之别？这无异于终生流放。好一个公报私仇的老阴逼！
臣领旨谢恩。辽州胡人屡次叛乱，此番更是袭杀朝廷命官，罪不可恕。若不给他们一个教训，外人还以为我大前软弱可欺。镇国公李信，老臣在。朕命你为辽州平叛主帅，节制神武军、龙骧军、青州军、幽州军、辽州军以及辽州胡人各部，即日出征，镇压叛乱。老臣领旨。定武侯、东川侯、镇东侯，臣在。朕命尔等3人为平叛副帅，归镇国公节制。臣等遵旨。户部兵部10日内调足钱粮军械，大军20日内开拔，不得有误。李爱卿，老臣在。朕赐你上方宝剑1柄，此战若有畏战不前者，临阵脱逃者，你可持此剑，先斩后奏。老臣领旨谢恩。好家伙，这皇帝懂真格的了。此番平乱当行雷霆手段，凡参与作乱的13个部落，大军征讨，人畜不留。令大军抵达辽州后，征调其他胡人部落为先锋。平叛之后，辽州设流官、兴学堂，不再任用胡人头目。我靠，这不就是我的计策吗？这狗皇帝用了我的计策，不但不赏，还把我发配边疆，不要脸！活着真好，这一趟跟鬼门关走了一遭似的。好小子，你个孽！不，我儿以前是为父误会你了。爹，老夫还以为你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没想到你智勇双全，才华横溢，不愧是我老曹家的种，有老夫当年的风范。要点脸行吗？你就是个莽夫！要不是我，咱家今天就得遭殃。爹，孩儿累了，我们先回府吧。走，回府。你今日大展神威，免了死罪，大长我曹家脸面，必须摆宴，好好庆贺一番。别，这次咱们就是因为风头太盛才被人针对，回去还是夹着尾巴低调点好。对，我儿说的对，爹都听你的。那不摆宴席了，儿子，要不咱们不回府了？爹去醉香楼，把你最喜欢的玉书姑娘喊到别院去，咱们爷俩好好放松放松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合着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。不过玉书姑娘好像突然又不累了。爹，这里是皇宫，小声点。怕什么？老夫行得端，坐得正，谁敢乱嚼舌根，老子一刀劈了他！李爱卿，你是我大前3朝元老，本该在地京颐养天年。朕这次还让你统兵出征，你可不要埋怨朕啊！老臣不敢，老臣戎马一生，听不到鼓角争鸣，这身子骨反倒一日不如一日。皇上给老臣再次统兵的机会，老臣感激不尽，宁愿战死沙场，也不愿死在病榻之上。爱卿是我大前的定海神针，战死沙场的话就不要再提了。此番让你去辽州，是让你坐镇中军，掌控大局。至于冲锋陷阵，交给那些小辈就是了。我大前已经30年未逢大战了，兵卒没有见过血，将校没有上过阵。如今西有大周虎视眈眈，南有山岳蠢蠢欲动，北边胡人更是屡屡犯境，朕心甚忧。皇上深谋远虑，所以此番平叛更是一次练兵，一次震慑各方的机会。老臣明白。我大前承平已久，将门子弟多是些不学无术的纨绔，就好比那镇北侯之子曹峰，火烧聚贤楼，殴打皇子，混账到了极点。朕会抽调一批将门子弟随军出征，不是让他们去镀金混军功的。安乐窝里养不出狼崽子。李爱卿，朕要你放开手脚，让他们去冲锋，去拼杀，死
了，不要紧。朕只要你战事结束后，为朕遴选出一些能征善战的年轻骁将。这是要我背负骂名，断了那些将门的根呐！可为了大钱，老夫这一世英名，不要也罢。皇上放心，老臣定不负厚望。我操，这么阔气！你儿啊，傻站着做甚？进府！哎，风儿，我的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娘，我没事，皇上已经赦免了我的死罪，您别哭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儿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儿子平安回来是好事儿，哭哭啼啼的，像什么样子？你是不知道，我儿今日在朝堂之上，两手诗词，压得那些文臣大儒都抬不起头。曹傻子，你给我住口！我问你，我听说你拿着刀要去砍风儿，逼得他跳了楼，可有此事？我就是想吓唬吓唬，谁知道他真敢跳。好啊，曹傻子，你长能耐了，你敢拿刀砍我儿子？今天老娘先把你砍了，看招！哎呀，夫人饶命，在儿子面前给我留点面子。你还敢躲？老娘今天就要执行家法！娘，别打了，孩儿肚子饿，有什么吃的没？曹傻子，这笔账我给你记下，晚上再收拾你。我可怜的风儿肯定饿坏了，走，娘亲自下厨，给你做你最爱吃的。少爷，我对不住您啊！老侯爷拎刀冲进来，我没能拦住他。您打我骂我都行，千万别赶我走啊！停，住手！行了，起来吧，这事不怪你。少爷，您不罚我？罚你做什么？起来。少爷，我决定了，从今天起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。你小子的好日子来了。对了，我爹那一脚没把你踹伤吧？没有，少爷，我皮糙肉厚，没事儿。没事就好，那还愣着干嘛？走，陪本少爷在府里逛逛。哎，来嘞，少爷。幽兰，你可想好了，我贺家与曹家是世交，曹家对我贺家有恩，你若执意退婚，两家从此便反目成仇了。哼，反目成仇又如何？总好过被曹家拖累。可你是女子，退婚会影响你的清誉，以后怕是无人敢上门提亲。父亲不必担心，女儿倾慕的是大秦第一贤才梁文博梁公子。梁公子文采斐然，对我一见倾心，如今又得六皇子赏识，不日便要入朝为官，前途无量。那曹峰算什么？顽劣不堪，文不成武不就，恶名远扬，怎配得上我？幽兰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曹峰今日在朝堂之上吟诗作词，提出平湖三策，连皇上都夸他是将门虎子。哼，父亲，你也被他骗了。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，诗词定是抄的，计策也是从幕僚口中听来的。此番糊弄了皇上，日后必是欺君之罪。曹家得罪了六皇子，失势是早晚的事。曹峰被发配辽州，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两说。女儿难道要为他守活寡不成？可曹家毕竟有恩于我们。父亲，人要往前看。女儿若能与梁公子喜结连理，我们贺家便能投靠六皇子。将来若是六皇子登上大宝，我贺家必将趁势而起。罢了，为父就听你一回。哈哈哈！贺老弟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来，喝茶。曹伯父，我此番前来是为解除与曹峰的婚约，还请伯父成全。贺瘸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曹大哥，小女一向不喜曹峰。放屁！我儿子今天刚从鬼门关回来，你们贺家就上门退婚，这是嫌我儿子不成器？曹伯父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曹峰顽劣不堪，被发配到辽州那种苦寒之地，是死是活都未可知，我岂能等他一辈子？我儿子再不堪，也轮不到你一个女人在这说三道四。滚！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曹大哥，不就是解除婚约，何必大发雷霆？贺瘸子，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当初要不是我爹，你早就死在乱军之中了。
现在看我曹家失势，跑来落井下石，信不信老夫现在就劈了你！恶瘸子，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媳妇儿，里面那个美人是谁家姑娘？可曾婚配？少爷，您不认得了？那是您的未婚妻，平乐侯府的贺幽兰小姐啊！我的未婚妻这么漂亮，老天待我不薄啊！曹峰顽劣不堪，配不上我，这婚我退定。退婚？曹贤侄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和幽兰本就不。好，5万两就5万两，明日就送到府上。爹，我们走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我没事，就是琢磨着5万两是不是还要少了点？你不是非贺幽兰不娶吗？怎么突然就……爹，还是想通了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解除婚约能换5万两现银，这买卖不亏。好啊，我儿终于长大了。说得对，女人嘛，天底下多的是。女人如衣服，旧不如新。曹傻子，你再说一遍。少爷，你干嘛呀？香菱，少爷我昨晚丢了件玉佩，我怀疑是你偷拿了，让少爷我检查检查。少爷，我没拿，饶了香菱吧。少爷，平乐侯府把银子送来了。到嘴的鸭子飞了。少爷，我不知道您在办事儿。你过来，以后进我房间要记得敲门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滚吧。哎，回来。少爷还有什么吩咐？你刚刚喊什么？哦，对，少爷，平乐侯府将银子送来了，5万两，全都是现银啊！还真送来了，看来是要少了。走，瞧瞧去。发财了！小爷我也终于阔绰了。孽子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人家这是用银子把我们镇北侯府的脸往地上踩，以后咱们家还怎么在京城见人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？曹傻子，你敢动风儿一根手指头试试？你就惯着他，我曹家马上就要沦为整个大钱的笑柄了。只要我儿高兴，沦为笑柄又如何？爹娘，你们别动怒，娘说的对，那贺幽兰不愿意嫁，是她没福分。凭您儿子的条件，什么样的媳妇找不到？我儿说的不错，凤儿放心，你看上哪家闺女，娘亲自上门给你提亲。爹，你也别生气，孩儿觉得与贺家解除婚约，对我镇北侯府反而是好事。哼，好事儿。爹，你想，我们这些将门世家互相通婚，势力盘根错节，早已是皇上心头上的一根刺。说我们两家联姻，强强联合，岂不是更让陛下忌惮？如今我们不仅解除了婚约，还闹得人尽皆知，反倒能让陛下安心。这5万两买的不是面子，是咱们镇北侯府的平安。这5万两现银，怕是让贺家伤筋动骨了。看在往日的交情上，不如将银子退还一些回去。我曹家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不能落个贪财的恶名。爹，是他们贺家不仁不义在先，有什么交情可言？再说，这名声有什么用？能吃还是能喝？我曹峰在京城的恶名还少吗？债多不压身，再多一个贪财的名声，倒也无所谓。我觉得风儿说的不错，你不当家，不知柴米贵。这些年你的俸禄全拿去接济那些老兵，若不是我精打细算，这侯府早就入不敷出了。比起虚名，还是这白花花的银子实在。
这银子进了我曹家大门，就是我曹家的了。福伯，待人清点，5万两，1两都不能少。点清楚了，留1000两日常开销，剩下的都存到钱庄去。娘。儿子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么多银子，先借老夫5000两试试。你要用钱找我娘要去啊？你娘那是铁公鸡，方才要不是老夫帮你说话，你能拿到12000两？你要这么多银子干嘛？哎，你马上要去军前效力，老夫总得找几个军中好友吃顿酒，让他们照拂照拂。可你娘看得起我现在身无分文呢。在哪里吃酒？不会是醉香楼吧？哎呀，你不知道我那帮老兄弟，别的地方他们可不去。小侯爷，您的赤蝶告山已经办好了，请您过目。有劳吴主事了。哎呦，小侯爷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一点小意思，给吴主事买茶喝。出门在外，以后还望吴主事多多关照。这若是让尚书大人知道了，下官这乌纱帽可就……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不说谁会知道？是，下官多嘴了。下官祝小侯爷此去辽州，官运亨通，五运昌隆。借你吉言，我先告辞了。小侯爷慢走，下官送您。留步。神勇校尉，辽州军山刺营对阵，按照大前军队编制，设队正手底下就100多个兵。好个狗皇帝，不就是打了你儿子一顿，竟只给我100个兵，这是要我去送死！少爷，事情办妥了。咱们是去潇湘楼还是醉香楼庆贺庆贺？您不是最喜欢潇湘楼的晴儿姑娘吗？她可念叨您好几天了。哎呦，少爷，您打我干嘛呀？庆贺个屁呀！老子都被发配去边疆了，你还想着风花雪月？以后少带我去那些花街柳巷，老子迟早比你带坏。我这不是投您所好吗？回府，立刻收拾行装。少爷，咱们不等大军开拔后再走吗？一个人上路是件命长吗？当然是跟着大军走。但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你们家的金疮药有多少？我都要了。敢问这位公子高姓大名？哼，瞎了你的狗眼！竟然连咱们大前镇北侯府的小侯爷都不认识！这狗奴才，就知道败坏我的名声！你给老子闭嘴！不知是小侯爷驾临，小的有眼无珠，该打！掌柜的，别怕，我马上就要去军前效力，需要一批金疮药，你爹里有多少都给我装好。小侯爷，您开恩饶了小的吧，小的家里还有80老母要侍奉啊。就是买点药，怎么跟要他命似的？你起来，黑我干什么？
小侯爷，这些金疮药价值不菲，要是都给了您，小店怕是要关门了。操，感情是以为我要白拿？我以前这么混账吗？媳妇儿，你过来。少爷有何吩咐？我以前买东西给银子吗？少爷，您要买谁家的东西，那是谁家的福分，谁敢问您要银子，那不是找打吗？我白吃白拿，衙门就不管？谁敢管您啊？您忘了前些年您打断了东城衙门捕快的腿，他们还得登门给您赔罪呢。造孽呀！再这么下去，非得被诛九族不可。哎，掌柜的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了。我买药啊，一定付银子，绝不白拿。小侯爷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您就算是付银子，我也不敢收啊。今天你想卖也得卖，不想卖也得卖，我今天还非买不可了。媳妇儿，给银子。少爷，什么银子？我们出门从来都不带银子啊。让你出门带银子，你当老子跟你开玩笑呢？赶快滚回去取，要新银，多拉一些来。你们店里治风寒的药，我全要。媳妇付钱。外伤药外完了，付钱。哎，这位少爷，我们家有上好的西域狐女，你要吗？少爷，要婢女还是壮汉？哎呀，我家应有尽有啊！我家一个壮汉只需要10两银子，包您满意。围着干什么？都滚开！别挡了我家少爷的道。是，少爷您请，您随便看。少爷，求求您了，买下我吧！我洗衣做饭，什么活都能干。我力气大，吃得少，买我不亏。各位老爷，过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咱们今儿个贩卖的可是豪门贵女。诸位老爷，这可是原青州刺史府上的大小姐，刺史写反诗，如今已被抄家问斩，他家女眷全都贬为奴籍。这位大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更难得的是还是完璧之身，买了绝对不亏呀。这娘们多少？这位老爷好眼力，您诚心想要，给50两就行。我呸，50两，它金子做的，老子能买15个婢女了。老爷莫动怒，这可是刺史家的小姐，身份高贵着呢。现在50两就能买回家，让她伺候您沐浴更衣，您绝对不亏。太贵了，便宜些吧。哎呦，各位老爷，50两已经是最低价了。这样，你们要是觉得大小姐太贵，那要不看看另外几个？这几位是刺史府出身的丫鬟，个个容貌俏丽，干活也麻利，她们比那大小姐便宜，只需15两就可以带回家。媳妇儿，你说咱们要是买了这刺史府出身的大小姐，会惹上麻烦吗？少爷放心，青州刺史全家问斩，案子早就结了。这些女眷贬为奴籍，谁有钱就能买，干净的很。再说了，这大小姐长得标致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50两咱们买了不亏。大爷，我玩过的女人没有1000也有800，可还真没尝过刺史府大小姐是啥滋味。三爷，想知道啥滋味，买回去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就是，等您玩腻了，也让咱们弟兄们尝尝鲜，过过瘾。哎呦，原来是三爷呀！您的眼光就是毒，这大小姐可是个宝贝，我从青州一路带过来，还没人碰过呢。您是老主顾，我给您个实诚价，47两，您带走。45两，人我马上带走。行，就依三爷，以后还请您多多捧场啊。好说。这女人，小爷我要。谁他娘的不长眼，敢跟我们三爷抢女人，不想活了！赖三儿，你狗日的瞎了眼，敢跟我们小侯爷抢女人？你那怡红院是不想开了啊？信不信老子明天就带人给你砸了？哎呦，小侯爷，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小的狗眼看人低，没瞧见您大驾光临，就算给小的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跟您抢女人呀。这刺史府的大小姐，回头直接送到小侯爷府上，银子我出了。不必了，赖三儿，小爷我已经改过自新，抢民女的事不干了，这银子我自己出，不劳你破费。
你可以滚了。是，小侯爷，那小的就先告辞了。是他，镇北侯府小侯爷，历经臭名昭著、无恶不作的纨绔曹峰。小姐，你多保重啊！蟋蟀，你要老婆不要？咱们把他们几个也一并买了吧，让他们有个伴儿。你瞧上哪个，到时候给你当老婆。啊，少爷，我哪有那个福分？我一个做奴仆的。你小子虽然毛病一堆，但对我还算忠心，好好跟着我，亏待不了你。去把那几个丫鬟都买了，回头挑几个对眼的，争个家。少爷，我蟋蟀这辈子就跟定您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银子，都买下来。哎，好嘞。解开他们身上的绳索。少爷，万一跑了怎么办啊？要不带回府里调教几日再说。这里是地京，没有路引，他们能跑到哪儿去？跑了，官府也会抓回来，不必多此一举。哎呦，这不是曹家的曹大傻子吗？我还以为你烧了聚贤楼，小命就没了呢，居然还活着。听说你弄了个什么任勇校尉，要去辽州送死啊？升官了，怎么也不请咱们兄弟喝一杯，太不够意思了。就是啊，今晚醉香楼你必须请客。和珅叶永昌，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逆子？你爹我活得好好的，怎么祝你老爹死呢？你个狗日的大不孝啊！曹大傻子，你他娘的找死！开不起玩笑就别开，咋还急眼了呢？你们这帮爱欠刀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他娘的是猪狗不如的畜生！前些天怂恿老子去火烧聚贤楼，火烧起来，你们倒在旁边看热闹。老子和六皇子干架的时候，你们跑得比狗都快，把老子一个人埋在那儿，怎么急着去投胎啊？曹大傻子，你他娘的才猪狗不如！你敢骂我，反了天了你！给我打，打死算我的！来得好，给我揍他们，狠狠的打，别打死就行。啊！叶大哥，快跑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小侯爷把你们买来，不是让你们看戏的，上去帮忙啊！帮忙，保护侯爷！头儿，都动刀子了，再不阻止要出人命了。干啥去？那帮人都是功勋将门之后，你上去了，帮谁得罪谁？可这片归咱们管，不出面不好吧？何必给自己找不自在？怕什么？上头问起来，就说咱们在别的街巡逻。走，喝茶去。等他们打完了，咱们再过去收拾烂摊子。狗日的，不会说人话是吧？老子今天去教教你怎么说人话！啊！叶大哥，快跑！站住！有种别跑！老子今天不把你们拍死，就不姓曹！曹大傻子，你有种别走，我们回去叫人。今天非得将你打得跪地叫爷爷不可！老子现在就让你跪下叫爷爷！他们受伤了，快去搀扶一下。小侯爷，你别动，脸上在流血，奴给您擦血。少爷，您没事吧？这帮孙子，我这就回去叫人，今天非得打回来不可。回来，少爷。打个屁呀！人家都是功勋将门子弟，你还想打上门去啊？人家都跑了，咱们也没吃亏，事儿闹大了不好收场。可是您的伤，不碍事，脑袋就擦了道小口子。他们伤的比咱们重，先回去。今儿个你们打的都不错，先去疗伤、洗澡、吃饭，回头我再论功行赏。喜顺，你先带他们在府里安顿下来。是，少爷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谁这么大胆将你打成这样？告诉爹，爹给你做主。爹，您别生气，我跟中永侯家的叶永昌他们当街打架是故意的。故意的？爹，你想，咱们10大君侯互相通婚，同进同退，抱团太紧了。当今皇上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迟早要收拾咱们。所以呢？所以孩儿这次和这些侯府子弟闹翻，就是个机会，也可以趁机与他们划清界限。你现在就去皇宫，先告他们一个黑状。告黑状？就是他们联起手来欺负我，请皇上为我主持公道，顺便试探试探皇上的反应。可我们现在和他们闹翻，就势单力薄了。万一皇上要对咱们不利，那到时候帮咱们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爹，
咱们不是还有二皇子殿下吗？咱们只是和其他君侯闹翻，又不是造反。这正合皇上的意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对付咱们？你的意思是，他要是动了咱们，其他君侯只会心生警惕，抱得更紧。这个道理皇上懂。咦，这曹振是吃错药了，竟同意了平乐侯府的退婚。皇上，此事另有内情。曹侯爷得知贺家要退婚时，勃然大怒，险些动手啊。那后来怎么又同意了？是世子曹峰亲口同意的，他还顺势讹了平乐侯府5万两白银。原来是那小王八蛋的主意。朕就说曹振那头倔牛怎么会服软？为了区区5万两，断了门好亲事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启奏皇上。壮！哎呀，小辈他家本是常事，他曹任一个长辈竟如此不惜情面，哎，这梁子结下了。我儿被曹峰打伤，我还没找他算账，他到恶战先告状，陛下竟罚我儿去辽州平叛，岂有此理！我与他曹家父子没完！慢点儿，都给老子吃慢点儿！一个个饿死鬼投胎啊！别他娘的给噎死了！这帮狗日的，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。喜叔，哎，少爷，去给姑娘们那桌再加一盘鸡腿。是。吃吧，小侯爷专门让我给你们加的，不够还有。哼，看什么看？自己碗里的还不够堵住你们的嘴？谁敢打这盘鸡腿的主意，老子抽死他！少爷，有客人上门。谁啊？是二皇子府上的人，说是专程来找您的。找我？人呢？已经在客厅候着了。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苏向明见过世子。苏先生不必多礼，请坐。不知苏先生深夜到访，所为何事？二皇子殿下听闻世子在街上与人冲突受了伤，心中挂念，特派在下前来探望。这是殿下的一点心意，都是些调养身体的药材，还请世子笑纳。有劳殿下挂念，不过是些皮外伤，不碍事。世子无碍便好，殿下这下可以放心了。殿下常说，世子文能作诗定国策，武能上马安天下，实乃我大前的国之栋梁呀。殿下谬赞了，曹峰愧不敢当。世子即将远赴辽州，殿下特意嘱咐在下转告，殿下已经给辽州长史去信，他日世子若在辽州遇到任何难处，尽管去找长史，他定会助世子一臂之力。请先生务必转告二皇子殿下，殿下如此厚爱，曹峰感激涕零。他日殿下若有用得到我曹峰的地方，我定万死不辞。不愧是
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，涉过7日就让人望而生畏。儿子，你此去辽州，为父没什么好送你的，战场刀剑无眼，我调拨了20名老兵随你同去，护你左右，听你差遣。他们都是追随我多年的汉族，忠心耿耿，骁勇善战。从今儿起，他们就跟着你了。他们名义上是我的亲兵，实则情同手足。以后跟了你，要善待他们，切莫动辄辱骂呵斥，要敬重。老爹这是怕我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啊！多谢父亲厚爱。自家人说这些做甚？生分了，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不爱护你，爱护谁？出门在外，万事要靠自己，不可再像以往那般意气用事，行事不利，切莫逞强，明白吗？孩儿记下了。李破甲，侯爷，以后你们就跟着我儿子，我儿子的安危就拜托各位了。侯爷言重，我这条命是您救的，您放心，我等誓死护卫小侯爷周全。李叔，以后就麻烦你了。小侯爷客气了，但有差遣，莫敢不从。拜见小侯爷。各位，今晚醉香楼我请客，咱们不醉不归。爹，要不一起去？就当是为孩儿践行了。也行，可你娘那边，孩儿去说。好小子，没白养你，你现在就去，我去换身衣裳，马上就来。爹，这天儿还早呢，没必要这么着急吧？你懂什么？醉香楼如今在帝京，那可是一座难求，去晚了，好姑娘都被人挑走了。坐，都坐，大家随便坐。兄弟们都坐，今天小侯爷请客，咱们能在这醉香楼吃一顿花酒，这辈子值了。以后咱们这条命就是小侯爷的了。还站着干什么？今日我请客，都放开一些，不要拘束。你们只要忠心耿耿的跟着我，我曹峰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去了辽州的苦寒之地，再想快活，可就没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了。你们这是修了8辈子的福，才被咱们少爷挑中，都大大方方的。咱们可是镇北侯府的人，出门在外，别在姑娘们面前给咱们镇北侯府丢人。喜顺，你替我招呼好大家伙，先吃饭喝酒，吃饱喝足后，让姑娘们进来伺候着。好嘞，少爷您放心。哎呀，爹，你这好歹把门关上啊！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。怕个屁！他们胆敢弹劾老夫，老夫就带兵砸烂他们的大门。那啥，饭我就不吃了，你回去的时候记得叫我一声。走到你屋里去，老夫给你看个宝贝。侯爷，您真坏。大哥，大哥，听说你和叶永昌那狗日的打了一架，你当时怎么没叫我们去帮忙啊？伤得如何？行了行了，一点小事儿。我狗日的叶永昌越来越嚣张了，回头咱们弟兄找个机会，非得将他打成猪头，给大哥您出气不可。对，要不咱们现在就去，斗完他再回来吃酒。这帮人和其他的功勋子弟不同，是我舅舅和三叔家的儿子，他们并不是爵位的继承者，一直都以我马首是瞻。如今父亲虽然回京，但并州军依旧在曹家手里，而且皇上已经下旨，各家凡是到了年龄的子弟都要随军出征去历练。我现在和这帮弟兄亲近亲近，搞好关系，以后说不定用得上。一个叶永昌不足为惧，咱们兄弟马上都要去辽州了，今晚聚在一起是为了以后喝了这顿酒，以后在战场上咱们就是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亲兄弟了。来，干了，干了！风儿，辽州那是苦寒之地，你到了那边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娘给你缝制的棉袄，还有你爱吃的桃酥、绿豆糕，都放在大车上了。娘，孩儿都记着呢。到了那边，每月记得给娘写信，报个平安。出门在外，万事要小心，不能再像在帝京这般招摇了。要是看上了哪家闺女，告诉娘，娘派人去给你提亲。娘，孩儿已经长大了，会照顾好自己。以前是孩儿不学无术，此去军前效力，孩儿已经戮力杀敌，努力功勋，争取早日回京。娘不指望你立多大的功勋，娘只希望你好好的，战场上兵凶战危，万事不要逞强。娘，孩儿记住了，您在家里也都保重。行了，你再这么絮絮叨叨说下去，天都要黑了。你这个镇北侯，当得真窝囊！皇上把儿子发配到那么远的地方，你也不知道去求求情。此番若不是看在曹家满门忠烈的份上，他小命都难保。赶紧启程吧，别误了时辰。风儿，这是3万两银子，你带上去了那边，省着点用。缺银子了，就给娘写信。爹，娘，你们保重，等孩儿凯旋归来。儿啊，记得到了那边给娘写信。到了那边，好好为朝廷效力，不要给我曹家丢脸。你们回吧，出发。哎，那不是镇北侯家的世子曹峰吗？敢辱骂我等贤才，终于遭报应了吧？这等祸害死在辽州才好，去了那等地方，怕不是要被胡人吓得尿裤子。你们这群三儒，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喜顺，
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无能之辈，有何资格在此嘲讽我曹峰？我此去奉皇命，前去军前效力，是为保境安民，报效朝廷，全我镇北侯府忠勇之名。尔等只知吟诗作画，在风花雪月之地与女子调情，我曹峰看不起你们。曹峰，你休要逞口舌之力！辽州战场兵凶战险，你去了，怕是离死不远。我看你还是现在去订一副棺材，以备不时之需吧。烽火照辽州，心中自不平。牙帐辞凤诀，铁骑绕地经。血案调急话，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好事！小侯爷好样的！祝小侯爷一路顺风。你倒是用力推呀！我这不是在推吗？你光喊有什么用？少爷，咱们又被大军甩下了，队伍人心不齐，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一盘散沙不成体统，今晚就该好好整顿一番了。各位，我们已经离开了地境，离开了镇北侯府，从今往后，万事都要靠我们自己。但这3日行军，状况百出，安营扎寨，一团乱麻，开火做饭，有的人撑死了，有的人还饿着肚子，整个队伍拖拖拉拉，毫无章法。你们说这像话吗？从现在起，我将所有人重新编队，分为4队，各设管事1名，各司其职，另行禁止。喜顺，少爷，命你为第1队管事，从璞玉中挑选15人，负责我们每日的食宿安排、物资采买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谢少爷信任。李叔，少爷，请吩咐。你为第2队管事，统领手下19名护卫，负责探路、警戒以及夜间轮班守卫。我们所有人的安全都交给你了。遵命，万死不辞。香菱，你为第3队管事，带领李宁儿等6名姑娘，再挑选10名仆役，负责全队人的伙食。我要让兄弟们每天都能准时吃上热饭。是，少爷，奴婢一定办好。秦玉泉，余下的13名仆役以及20名骡马车夫皆归你管辖。你为第4队管事，负责安营扎寨，看管所有骡马车辆。小侯爷，我只是个奴仆，恐怕做不好，会辜负您的信任。你的勤勉踏实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用人只看能力，不问出身，不会就学，不懂就问。你们每个人做事是认真还是偷懒，我心里都有一本账。这一次我不点名，若有下次，直接逐出队伍。今日所任命的4位管事也并非一成不变，做得好我重重有赏，做得不好随时会有人取代你们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都散了吧，各自去找管事报到，做好自己的差事。这出门在外，人吃马嚼，开销真是惊人。养活这么多人，只靠那点俸禄，怕是要和西北风了。少爷莫愁，香菱会省着花的。你这小丫头，我在想得寻些法子赚点外快才行，不然咱们这队伍可撑不了多久。小侯爷，有要事禀报。小香香，去给李叔倒杯茶。是。李叔，再说。小侯爷，我们驻地周围发现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在窥探。鬼鬼祟祟，能看清身份吗？他们可带了兵刃？为免打草惊蛇，我未曾惊动他们。暗中观察，他们没有携带兵刃，可这些人面露凶相，浑身透着杀气，倒有些像山匪马贼。山匪马贼，若是他们起了歹意，我们能挡得住吗？若来30-50人，我有把握全部留下，但若超过100人，我们只能护着小侯爷您冲出去，旁人就顾不上了。小侯爷，此地距怀州城不过10里，几里外还有神武军的营地，他们即便胆大包天，恐怕也不敢公然在此地作乱。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防备。可若是被盯上了，总归寝食难安。不如我们换个地方，再靠近怀州城些。小侯爷，只有千日当贼，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。现在有人盯上了我们必须将幕后之人揪出来，才能一劳永逸。否则日日提心吊胆，这日子可不好过啊。李叔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们暂且按兵不动，一切如常。我暗中派人盯着他们，看他们究竟想做什么。小侯爷放心，纵使他们想对您不利，我也会护您周全。好，就依李叔所言，咱们外松内紧，
同时派人盯紧他们，若有异动，立即应对。是。江陵、齐玉泉，少爷有何吩咐？现在有鬼鬼祟祟的人盯上了我们，不知是何来路。为防万一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。少爷，那我们……秦玉泉，你去将第3辆骡车上的水火棍都发下去。若有贼人来袭，至少我们手上还有趁手的家伙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别担心，有李叔他们在，不会有事的。不过我们自己也要小心防范。是，少爷。小侯爷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慢慢说。我们离开后不久，就有一伙人闯入了张家庄，见人就杀。你看清楚了，有多少人？看得清清楚楚，大概30多人。李管事留下我们几个在后面盯着，谁知就看到了这一幕。坏了，我们昨夜刚在张家庄宿营，他们这是要贼增陷害。小侯爷，我现在就带人回去将这帮杂碎抓了，不然咱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不行，现在回去就中了他们的圈套，那帮人肯定早就跑了。你现在回去，正好碰上他们引来的官府，到时候百口莫辩。那怎么办？你一个人回来的，其他弟兄呢？还有2个弟兄在张家庄外远远地盯着那伙人，我回来报信。好，他们跑不掉。李叔，你立刻拿我的拜帖去前方大营找龙将军飞骑营指挥使周正义，就说我们发现了一股流寇屠戮百姓，请他出兵清剿，让我们的弟兄给他带路，务必将那伙人全部活捉。是。喜顺，你马上去找我的表弟张永豪、张永武，告诉他们有人要陷害我，我担心被人屈打成招，让他们立刻去禀报郑国公，请郑国公下令先把我抓起来，彻查此事。是，少爷。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要置我于死地。曹峰何在？我就是曹峰，不知将军找我何事？哼，曹峰，你做了什么事，自己心里清楚。滥杀无辜，屠戮张家庄63口，你简直畜生不如！哦，不知是哪位大人下的结论？我奉我家侯爷之命，特来缉拿你归案。你家侯爷是哪位？定武侯宋侯爷。宋税，拿下！且慢，我乃镇北侯世子，我父亲是并州军都督曹振，你们敢抓我，可知后果？镇北侯世子，曹峰，别说你爹是曹振，今日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必死无疑。我与你们无怨无仇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谁让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？来人呐，给我捆了！我若是不跟你们走呢？不走，那就是畏罪拒捕，格杀勿论。你给老子滚下来！你叫什么名字？神武军哪个营的？敢威胁老子格杀勿论！你当老子是吓大的？你杀一个试试！反了天了！日你娘的！镇北侯世子了不起啊！死到临头还敢嚣张！哎呀，狗日的敢打我！小子，实话告诉你，上头就是要我来杀你的。只要你死了，滥杀无辜、拒捕反抗的罪名就坐实了。到时候死无对证。你再动一下试试。别，小侯爷，别冲动啊！让他们把刀都扔了，听不懂吗？都愣着干什么？扔掉兵器，快！把他给我绑起来！小侯爷，我与您无冤无仇，我也是奉命行事啊！奉命行事？那你打老子也是奉命行事吗？看什么看？都给我滚下马，到那边抱头蹲下！叫你的人蹲下！你们他娘的耳朵聋了！听小侯爷的，都给我下马，蹲下！想看我死吗？大哥！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定武侯宋瑞派来的人想杀我灭口，此来个死无对证。什么？宋瑞他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然敢派人刺杀镇北侯世子！我们定要将此事禀报老公爷，让他为你主持公道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我让你们禀报的是老公爷怎么说？我们一得到消息就去禀报了。老公爷说，虽知你恶名在外，但他不信你会无故屠戮整个村庄，他命我们先带你回去彻查真相。大哥，
你老实说，张家庄的事真的与你无关？我要真是凶手，犯下这等灭门重罪，早就远走高飞了，还会主动求老公爷还我清白吗？我们信你。走，我们去中军大营。国公爷，那曹峰简直是畜生不如啊！他仗着自己是镇北侯之子，嚣张跋扈，无法无天。说重点。是，私了。昨夜宿在张家庄，竟将庄内妇孺尽数凌辱屠戮，为了掩盖罪行，更是放火烧村。幸好被怀州衙门的人撞破，才仓皇逃窜。此等恶行，天理难容！国公爷，我大军出征在外，竟发生此等屠戮百姓的恶性事件，若不严惩，何以服众啊？末将恳请国公爷立即下令追捕曹峰，以正军纪。哦，你怎知他畏罪潜逃了？末将得知消息后，担心他逃脱，已派出一队骑兵前去追捕。情况紧急，未及请示，还望国公爷恕罪。你倒是心急。国公爷，曹峰素来狡猾，若不立刻下令绞杀，一旦让他跑了，我等如何向怀州百姓交代呀？届时言官弹劾，恐怕会说您袒护镇北侯之子呀。哼，你不是已经派人去了吗？何必再多此一举？问本宫要什么追捕令？这末将是想名正言顺。本宫已经派永豪、永武兄弟去传唤曹峰了。此事是真是假，尚无定论。你就在这里等着，等曹峰来了，一切自然水落石出。是，等。只怕我的人已经得手了。曹峰，只要你死了，便是死无对证。都听好了，嘴巴给老子放严实点儿。这事儿要是漏了，不光咱们掉脑袋，家人也得跟着完蛋。刘指挥放心，屠村可是灭门的大罪，兄弟们心里有数。回去后要是有人问起这2天干嘛去了，知道怎么说吗？知道，就说奉命追捕逃兵去了。把从村里搜刮来的东西都扔进来。刘指挥，为啥呀？不是说好了谁抢的归谁吗？哼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，这叫赃物。被人发现，你有几颗脑袋够砍？现在老子替你们保管，回头换成银子再分给你们，我还能私吞了不成？不好，快走！何以平民愤？请国公爷下令，请国公爷下令。报！龙象军飞行营指挥使周正义求见。
国公爷，张家庄屠村一案，真凶已经抓获，可以肃军纪。国公爷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曹峰屠戮百姓，罪大恶极，还请国公爷下令将他就地斩杀，以正视听。请国公爷速做决断，还死去百姓一个公道。宋老匹夫，你休在这里血口喷人，栽赃嫁祸！曹峰，你恶贯满盈，如今更是残暴不仁，留着你这个祸害，只会让我大前军队蒙羞。你说我杀了张家庄63口人，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我杀了人不赶紧逃走，还跑到国公爷这里来自投罗网？诸位将军，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嚣张跋扈，无法无天。你没逃走，是因为你觉得你爹能像往常一样护着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宋瑞，我不就是在帝京大街上揍了你宝贝儿子一顿吗？你个心胸狭隘的老匹夫，竟敢公报私仇，你不要脸！小畜生，你敢辱骂老夫？我就骂你了，老畜生，老畜生，为老不尊的老畜生！小畜生，老夫今日就宰了你！国公爷救我！你看，这老匹夫恼羞成怒，要杀人灭口了！住手！此地是中军大帐，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周正义说：“国公爷，末将奉命追查，于林中追上了一众正在换下血衣的匪徒，已将匪徒悉数擒拿，人赃并获。匪徒如今在何处？”回国公爷，匪首级一众从犯已押至帐外。国公爷，还有一事，我们抓住的这伙匪徒，并非一般的山贼流寇，他们均是神武军中的军卒。什么？神武军的人？周指挥使，你可看清楚了？血口喷人！周正义，你莫要胡言，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我神武军。侯爷，这些人身穿神武军军衣，手持神武军制式兵刃，腰排巨赞。至于他们究竟是不是神武军的人，将花名册取来一查便知。国公爷，定武侯宋瑞贼喊捉贼，他派人屠戮张家庄63口人，却栽赃嫁祸于我，其心可诛。若非周将军及时查明真相，今日我曹峰不仅性命不保，国公爷您的清誉亦会受损。还请国公爷为我主持公道，还我清白，让宋瑞血债血偿。好你个宋瑞，我等险些被你这老贼蒙骗了。我就说此事蹊跷，曹世子再顽劣，也断不敢光天化日之下屠戮百姓。原来是你这老匹夫在背后搞鬼。为了一点小辈间的私怨，竟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简直有辱定武侯府的门楣。不是我没有，这肯定是搞错了。老匹夫，解释就是掩饰，如今人赃并获，你还想狡辩？我曹家满门忠烈，岂容你这等宵小诬陷？此事我定会禀明我父，上奏天听。国公爷，冤枉啊！此事定是有人背着我做的，请国公爷明察，将此事交由我，我定会彻查清楚，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国公爷，咱家是监军，本不该多言，但此事既已牵扯到定武侯，再由他亲自去查，恐有不妥。依咱家看，定武侯还是避嫌的好。孟公公言之有理，熊元奎，末将在。此事交由你全权彻查，无论涉及到谁，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限你3日之内查明真相。末将遵令。国公爷，末将信不辱命，案子已经查清了。说，此事的幕后主使正是定武侯宋瑞，他派亲兵假扮匪徒，屠戮张家庄，嫁祸曹世子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他麾下2名指挥也已招供，是奉他之命行事。宋瑞虽百般抵赖，但证据确凿，不容狡辩。好一个定武侯，好一个功勋之后，猥亵私愤，屠戮百姓，构陷同僚，简直是愚蠢至极，混账透顶！父皇见主出神入化，儿臣望尘莫及。父皇神圣，当为我大前第一人，儿臣当以父皇为楷模。父皇见蜀无说：今日我等有口福了。我大前以武立国，先祖南征北战，才打下这万里江山。尔等身为皇子，
切不可学那些豪门贵胄子弟，只知斗鹰遛狗，不学无术。儿臣谨遵父皇教诲，定当勤修武艺，保我大秦江山社稷。甚好。父皇，日头毒辣，不如去那边树荫下歇息一番。也好。皇上，镇国公李信800里加急奏报。何事？镇国公上奏，定武侯宋睿在怀州境内派神武军假扮贼寇屠戮张家庄，杀死老幼63人。继续说。是，镇国公彻查，定武侯此举是为报复镇北侯世子曹峰，因其子前不久在地京与曹峰冲突，被打断肋骨，故怀恨在心，欲屠村嫁祸，置曹峰于死地。那曹峰世子情况如何？可有受伤？回二皇子殿下，幸得曹峰世子机敏，挟持了带队的神武军指挥使，这才死里逃生，并无大碍。父皇，定武侯身为功勋君侯，竟无视我大秦律法，屠戮百姓，栽赃同僚，必须严惩，以安民心。父皇，二哥此言差矣。定武侯对我大秦忠心耿耿，此番行事不过是爱子心切，一时激愤。况且曹峰当街行凶在先，亦有过错。儿臣觉得事出有因，当从轻发落。哼，八弟，当日是钟永侯世子等人挑衅在先，技不如人吃了亏，怎能怪到曹峰头上？如今长辈护短，竟以屠村的毒计报复，天理何在？父皇，此事影响极坏，若不严惩，日后君侯人人效仿，国法何存？遗旨：定武侯宋睿纵兵屠戮百姓，构陷忠良之后，罪大恶极。即日起免去其神武军都督一职，所有涉案之人一律斩首示众。父皇英明啊！另赐镇北侯世子曹峰黄金100两，以示安抚。奴才遵旨。帐篷不是你们这么扎的，都拆掉！离河边这么近，夜里发洪水，全部得淹水里。你们不要命，老子还想多活几年。还有你们几个，去那边拉些绊马索，再拴几个铃铛上去，以防不测。小侯爷，李叔，走，咱们单独聊聊。小侯爷有啥吩咐？李叔，清理张家庄的事，我觉得咱们这帮人还是太弱了，连一点自保的能力都没有。除了你们那20个亲卫，其他的人遇到事儿都吓得双腿发软。此去辽州凶险万分，指不定啥时候就要拎着刀子与敌人搏命。咱们现在这个状态，别说杀敌了，连自保都够呛。小侯爷说的是，我们的确是太弱了些。我准备让你负责，将咱们这些人全部操练起来。此去辽州还有些时日，咱们边走边练，不求他们能杀敌，但至少遇到事不慌，能够自保。行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等等，李叔，你是军中出身，经验丰富，交给你我放心。不过我这些年虽顽劣，也翻过几本兵书，总结了一些练兵的法子，你看行否？小侯爷请讲。第一，练服从，行军打仗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，才能拧成一股绳。第二，练胆，没见过血的兵，那始终都是新兵。第三，练兵刃和战阵的结合，打仗不同于打架，一窝蜂可不行。第四，练体力，上了战场，谁的力气大，谁体力持久，谁就占据优势。我们就先练这4条，李叔你觉得怎么样？小侯爷，属下有眼不识泰山，您这4条字字珠玑呀，直指练兵根本，我完全同意。那好，从明日开始，我单独掏1份银子，参与操练的人每日半斤肉，2个鸡蛋。每人每日半斤肉，2个鸡蛋，小侯爷这太奢侈了。钱是小钱，命是大事，只有这样，到了辽州那凶险的战场，我们才能有自保之力。不过李叔，我给了这么好的伙食待遇，这若是练兵练不出来，我可是要拿你试问的。小侯爷放心，他们谁敢懈怠偷懒，不需要您动手，我打断他们的腿。行，那你先忙去吧。是。辽州军辽阳镇山字营对阵曹峰，拜见国公爷。曹峰针对怀州张家庄屠村惨案及定武侯宋睿涉嫌栽赃陷害你一事，皇上有旨意。皇上有旨，定武侯宋睿治军不严，纵兵屠戮百姓，栽赃陷害镇北侯世子，影响恶劣。即日起免去定武侯宋睿神武军都督一职，回府面壁思过。臣
接旨。神武军都督指挥使张合，神武军左郎将周鼎，以上念到名字的就地免职查办。国公爷，冤枉啊！此事我不知情啊，这都是宋睿指示的，我也是奉命行事啊。神武军虎字营指挥使宋德等123名将卒涉嫌参与屠戮张家庄、刺杀镇北侯世子，依照军法斩立决。镇北侯世子曹峰忠心可见，蒙受冤屈，皇上特赐黄金100两，以示安抚。皇室圣明，多谢国公爷为我主持公道，还我清白。到了辽州战场，好好杀敌，报答皇上，不要辱没了你镇北侯府的威名。是。诸位将军，移步帐外观行。国公爷，晚辈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还请国公爷应允。讲，张家庄百姓待我如贵宾，却因我惨遭屠戮，我这心里实在是愤怒难消，还请国公爷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亲自出战犯案军卒，为张家庄百姓报仇雪恨。你倒是重情义，亲手为张家庄百姓报仇雪恨，手刃凶手，本宫可以应允。可案犯军卒100多人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国公爷，我可以让我的护卫帮忙，他们此番也差点蒙冤，心里憋着火，请国公爷给我们手刃凶手的机会。好，就依你所请，此次行刑由你带人。多谢国公爷。李叔，你赶紧回去，将咱们的人都带来，待会儿咱们负责处决那些屠戮张家庄百姓的凶手。小侯爷，为何要咱们处决？张家庄百姓因我们牵连而死，咱们得亲手为他们报仇。而且练兵先练胆，人都不敢杀，怎么上阵杀敌？赶紧去将咱们的人都带过来，今天让他们练胆。是，我这就去叫人。国公爷饶命啊！我等奉命行事，不得已。冤枉啊！都是上头军令，不敢抗命。愿戴罪立功，战死沙场。张家庄百姓何其无辜，这些人罪不可恕，死不足惜。曹峰，行刑吧。是。啊！小侯爷，我错了，不要杀我！张家庄百姓何等无辜！你们这帮猪狗不如的东西！今日我取了你们的人头，祭奠张家庄无辜晕死的百姓！哈哈！世子爷看人都看不准。是啊，这还怎么上阵杀敌？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杀人，有点紧张。你别躲，我再砍一刀。曹峰，你行不行啊？杀个人都这么不利索。世子爷，可别被胡人吓掉裤子了。小侯爷，我不动了，你砍我脖子吧，别折磨我了，给我个痛快呀！这小子是故意的，太狠了。娘的，杀个人累死我了。余下来由你们杀吧，我歇会儿。好刀法，干脆利落，不愧是父亲的亲卫。你们一个个排队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上去杀人！张家庄的百姓就是死在他们手里，你们亲手为他们报仇。谁要是不愿意，现在就乱棍打死！要死还是要活，自己选。
劳烦大哥通禀一声，镇北侯世子曹峰想拜见你们周指挥使。哦，原来是曹世子。周指挥如今已经不在我们飞骑营了。哦，他今日刚升任为神武军都指挥使，已经去神武军那边上任了。原来如此，多谢了。嘿，曹世子，我家都指挥使有请。嘿呦，曹贤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先坐会儿，这天热，浑身是汗，我冲个澡。来人，给曹贤侄他们倒茶。周叔，你先忙。贤侄，让你久等了。周叔哪里话，是我贸然登门叨扰了才是。哈哈，你小子比你爹会说话。周叔，我方才去飞骑营找您，听说您已高升神武军都指挥使，特来恭贺。哈哈哈。这还不是托了贤侄你的福？你把那定武侯宋瑞拉下马，神武军空出了一大堆位置，我这才捡了个漏。周叔可别调侃我了，我哪有那能耐？您在飞骑营的威名，地经谁人不知？我爹若常说，让我以您为楷模，这次高升乃是众望所归。行了，别给我灌迷魂汤了，说吧，贤侄你这次来所为何事？周叔，张家庄一案，多亏您出手，若不是您及时派人抓住真凶，我这次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此番登门是专程来道谢的。哎，我与你爹是过命的交情，他临行前也托我照拂你，帮你不过是顺手的事儿，提谢就生分了。周叔，救命之恩不敢不报，小侄也不知道周叔喜欢什么，就庸俗了些。这里是2000两白银，一份心意，还请周叔不要嫌少。哎，贤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马上要去辽州上任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快收回去，咱们自家人不行这个。周叔，一码归一码，我爹常教我礼数不能废。你也知道，我以前是个纨绔，银子都糟蹋了。这点钱是我好不容易弄来的，你若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曹峰。你这小子，行，你这份心，叔叔我收下了。你呀，比你那个爹大方。云贵，过来。父亲，有何吩咐？在军中，要叫职务。是，都指挥使。贤侄，给你介绍下，这是我大儿子周云贵。如今在我亲兵队里当个队正。拜见小侯爷。周大哥客气了，叫我曹峰就行。云贵，小侯爷人不错，你们年纪相仿，以后多亲近亲近，要多向他学习。是，小侯爷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好说，等到了辽州安顿下来，我安排。谁？小侯爷。您这么晚了，怎么？李叔，你们的警惕性不错，我自认为藏得很好，还是被你们发现了。小侯爷，明儿还要赶路呢，您还是早些歇息吧。不急，李叔，咱们练兵10多天了，今夜就来考教一番成效如何？如何考教？敲梆子，就说低息。啊！执行命令。低息，快起来！低息！不要乱跑，向我靠拢，点火把，列阵！站住！都给我站住！是我在试探他们，没你们的事了，都回去睡觉。你瞧瞧你们，遇到一点事就乱成一团，衣衫不穿，兵器不拿，先前教你们的都忘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这要真是嫡系，你们的脑袋早就搬家了。都回帐篷，穿戴整齐，然后把那些跑了的人都给我抓回来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是。小侯爷饶命啊！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说说为什么要跑？是我曹峰亏待你们了，还是虐待你们了？老子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们，遇到事就把老子撇下，自己跑了，你们可真给老子长脸！李叔在。临阵脱逃怎么处置？临阵脱逃者斩，拖下去斩了。小侯爷饶命啊！小侯爷饶命啊！你们虽也逃了，但上肢返回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每人20军棍，你们可服气？服气！多谢小侯爷不杀之恩，多谢小侯爷。都给我记住了，跟着我曹峰，我不会亏待你们，但你们要守我的规矩，要做到令行禁止。谁若再敢触犯，他们就是下者。都给我站稳了，站直了。是。
谁让你动了？知道什么叫军令如山吗？我让你们练习站立，就必须纹丝不动。小侯爷，刚刚有蚊子咬我。怎么还敢顶嘴？在队列中，谁让你随便说话了？想要说话，先做什么？讲。小侯爷，我请求讲话。别说是蚊子咬你，就算现在有人拿长矛捅你，你也得给我站直了让他动。我们练兵练的是什么？练的就是服从。以后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敌人，想要活下去，军中就必须只有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就是我，曹峰。我让你们往东，你们不能往西；我让你们抓鸟，你们不能去抓鸡。谁在笑？站出来！谁让你笑了？小侯爷，我请求讲话。讲，您讲话太风趣了，我没忍住。忍不住是吧？那你就站在这里笑，给我笑足半个时辰。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笑，否则今天晚上没饭吃。我曹峰现在是通辽军队的队正，你们以后就是我的亲兵护卫，我的命令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，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，我让你们冲，你们也要毫不犹豫的冲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声点，我没听到。明白。小侯爷，您喝水。是香菱姐让我送来的。你这丫头倒是出落的越发好看了。啊，多谢了。奴婢应该的。李宁儿，小侯爷，以后别自称奴婢了，我不习惯，你就叫宁儿吧。是小侯爷。听说你会写字。回小侯爷的话，我只是粗通文字。好，以后你就别干那些粗活了，留在我身边当个文书吧。他终于要对我，可是香菱姐那边。你是我的人，我要你干什么？他敢说什么？哪怕我现在想睡了，他估计还得帮忙把你洗干净，送我被窝里。我让你当文书，就是帮我记录玉玺，别无他意。我曹峰是镇北侯世子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还没必要强迫一个买回来的丫头。放心，我暂时还没有吃窝边草的习惯。当然了，你要是以后主动钻我被窝，那另当别论。去告诉将领一声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文书了。稍后举笔墨纸砚来，听我吩咐。是。今日操练结束，现在讲评。今日练习站立，你们表现得比昨日要好，站得更直了，站得更久了，在队列中乱动的人更少了，这很好。但是问题依然不少，很多人将我的话当成耳旁风，不长记性。至于是谁，你们心里有数，自己好好反省，为何别人能做到，你们就做不到。我现在宣布一个新的决定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25人按照我大秦军队编组，编为2个师，每一师设立师长1名。陈大勇、顾塔。出列，在！你们2人在这几日的操练中表现最好。现在我任命你们为甲师师长和乙师师长。愿为小侯爷效死！我也愿意为小侯爷效死。从今日起，陈大勇和古塔不再是我曹峰的奴仆。待到了辽州，我便去衙门亲自为他们消了奴籍，还他们自由身。小侯爷，我陈大勇这条命这辈子都是您的。我也是，我的命是小侯爷的。你们都看到了，只要你们肯听我的，用心操练，将来你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恢复自由。我曹峰说话算话。我等要为小侯爷效死。这册子就叫功劳簿，你们每个人的功与过都会被记在上面，它将是日后提拔任用的唯一依据。等100年后，你们的子孙后代拿出这本功劳簿，也能知道他们的先辈曾是何等人物，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。少爷，这辽州怎么跟闹了鬼似的？一路过来，连个像样的村子都瞧不见。胡人作乱，百姓深受其害，见到官军也心存畏惧。看来圣上把我发配到这儿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走吧，去辽阳府城。哎呦我的天，这就是府城，跟咱们地京的贫民窟似的，这屎尿味儿。
94青楼呢？一家像样的都瞧不见。闭嘴！再动摇军心，我拿马鞭抽你！少爷，我这不是为您担心吗？您以前锦衣玉食，到了这儿想听个曲儿，怕是都难了。瞧你那点出息，脑子里除了喝花酒听曲，就不能装点别的。咱们以前好像也不会别的呀。听好了，老子现在是大前九品人有校尉，要胸怀天下，战场杀敌。以后不许再提那些混账事，注意形象。是校尉大人。哎呀，这位想必就是镇北侯世子曹峰小侯爷吧？果然是虎父无犬子，一表人才呀！下官曹峰奉命前来赴任，拜见周镇将。小侯爷客气了，你能来我们辽阳军阵历练，是我们的荣幸。令尊曹侯爷威名远扬，本将佩服的紧呐。周镇将过誉了。家父也常说，周镇将骁勇善战，是辽州悍将。上晚辈来了，一定要多多请教。初来乍到，一点心意，还请镇将多多关照。哎呦，小侯爷太客气了，还是帝京来的银票粗心，瞧着就舒坦。镇将若是喜欢，我回头让家里再记下来。够了，小侯爷豪爽，对我的胃口。以后在山子营有什么难处，尽管来找我。那就多谢镇将了。来人，把山子营的卢指挥使叫来。小侯爷，这位就是你的顶头上司，山子营指挥使卢聪，咱们辽阳军阵第一猛将。下官曹峰见过卢指挥使。卢指挥使，曹小侯爷以后就在你麾下了，他可是镇北侯之子，你可要多关照关照。是，曹队长，走吧。镇将，那下官就先告辞了。去吧。曹队长，指挥使请讲。我不管你是镇北侯之子还是镇西侯之子，到了我山子营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也得卧着。下官明白。这里不是地京，由不得你胡来。若是不听号令，休怪我的军法不认人。卢指挥使说的是，下官初来乍到，一点见面礼，还请指挥使笑纳。老马，指挥使，山子营甲队的新队长到了，你带他去交接。是。小侯爷，我是山子营的兵曹，管人事调动这些杂事儿，您叫我老马就行。还请小侯爷将赤牒印信交给我核验一番，我这边给您登记造册。马兵曹初来乍到，也要请多多关照。哎呦，小侯爷，这可使不得，这怎么使得？以后少不得要麻烦你，这点心意务必收下。小侯爷，您太客气了。放心，以后有事儿尽管吩咐，我老马能办的，绝不推辞。小侯爷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但说无妨。您也瞧见了，卢指挥使他对您有点意见。这甲队队正的位置，原本他是想举荐自己侄儿的。原来如此。卢指挥使是咱们辽阳府卢家的人，他大伯还是辽州军的副将，背景硬得很。您呐，这是断了人家的路。依我看，您找个机会请他吃顿酒，把关系缓和下来，免得日后他找麻烦。多谢马兵曹提醒，曹峰记下了。等我安顿好，请你喝酒。好说好说，小侯爷慢走。你就是新来的甲队队正曹峰，我是指挥周兴安。走吧，我带你去见见你的人。有劳周指挥使。混账东西！老子说过多少次了，兵营重地不许赌钱，你们当耳旁风是不是？哎呀，指挥饶命！哎呀，曹队长，让你见笑了。甲队队正空了半年，副队长又告病，这帮家伙没人管，都野了。你来了就好，从今天起，这甲队就交给你了。这位是镇北侯世子曹峰，从今日起，他便是你们甲队的新队长。镇北侯世子，跑咱们这穷地方干嘛？不是，还能干嘛？镀金呗，待几天攒点功劳就高升了。八成是好日子过腻了，想来体验生活。曹队长，甲队在册77人，除了告假的都在这儿了。若没别的事，我先回了。周指挥，一队不是该有120人吗？怎么只有77人？这原因复杂，一两句说不清，您待久了就知道了。全体都有，列队集合。曹小侯爷，这不见过面，还集合干什么？
是啊，您还是赶紧回城里去吧，我们这庙小可容不下您这尊大佛。我是甲队队正，你们让我去哪？您是侯爷世子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想捞军功也别来我们这儿，我们这儿只有死人，没有胜仗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曹峰不是来镀金的，我来辽州是为保境安民，报效朝廷。从今天起，我就不走了。这小侯爷疯了吧？还保境安民？他是想让漂亮夫人又想要吓尿裤子。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！列队集合，都给老子起来！师长、武长出列。小侯爷，哦不，队正，我是甲师师长左兵。您息怒，弟兄们已经欠饷3个月了，心里有怨气，言语都有冲撞，绝不是冲着您来的，还请您大人大量，别和弟兄们计较。其他的师长和武长呢？回队正的话，他们家都在城里，只要不打仗，平时都不在军营。那些跟他们关系好的，也大多告假不来了。原来如此，这空想，军纪涣散，难怪屡战屡败。左兵，我现在任命你为甲队代理副队。啊，队长，这个使不得，咱们有队副，只是他生病了，一直没来。什么病要生半年？我看是装病吧。按照大前军律，病假最长3月，半年不归，革职出名。你干得好，回头我就上报，让你当正式副队。可，万一原来的队副回来了？从现在起，我甲队只有1个代理副队，那就是你。是队长，队长，满打满算，营内还剩38人，120人的编制，只剩38人，好，很好。左臂，在，立刻派人通知所有不在营中的人，限他们3日内归队，3日不至者，革职除名，永不录用。是。你们再看看你们住的地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猪圈。现在我命令甲师负责清理营中所有杂物粪便，乙师清洗所有被褥锅碗，丙师修补房顶天窗，都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做得不好，我就换人来做。是。3个月不发军饷，军服破烂，就没人管吗？队长，咱们甲队是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。上一任队正得罪了指挥使大人，被卸甲归田了。队副告病，人影都找不着，谁会管我们啊？你们没去讨要过？去过一次，可人家张口就要打点，弟兄们穷得叮当响，哪有钱？队里有门路的早就调走了，剩下的都是我们这些没背景的。上头不发粮饷，你们就不闹吗？队长，万万不敢！一个哗变的帽子扣下来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何况咱们都是本地人，家小都在辽州，得罪了上面的人，家里人也要遭殃啊！原来如此，想要让这支队伍听我的，就必须先帮他们把肚子填饱。左兵，在，带路，我们现在就去指挥使官署讨要粮饷。队长，你真愿意为弟兄们出头？我是甲队队正，这是我的分内之事。走。吴苍草，我是山子营甲队的左兵，这是我们新上任队正镇北侯府的曹峰小侯爷。什么事儿？吴苍草，我们是来领取甲队拖欠的粮饷的。哼，空着手就来领粮饷，出去出去！吴苍草，我是甲队队长曹峰，我的弟兄们已经3个月揭不开锅了。哼哼，你们听听，现在的人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小侯爷又怎么样？要不是皇上开恩，脑袋早落地了，还敢在我这儿装大尾巴狼？曹峰，你大胆！你才大胆！你身为山子营苍草参军，克扣我甲队粮饷3个月之久，你把大前军法当成什么了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去国公爷面前告你一状，让你脑袋落地！
甲队粮饷，今天我就要去国公爷那儿讨个公道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山子营这些当官的有几颗脑袋够国公爷砍的。老吴，这曹峰是镇北侯世子，手眼通天，不像是在吓唬人啊。是啊，他要是真告到国公爷那儿，咱们整个辽阳军阵都得被他掀了，到时候你的脑袋可保不住。啊！我去找指挥使大人。何事如此吵吵闹闹？成何体统？周将军，是山子营甲队的曹队长，为粮饷的事儿与我发生了点误会，他小题大做，要去国公爷那儿告状。误会？我可听说国公爷在幽州时一口气砍了100多颗脑袋。曹峰是镇北侯世子，他去告状，你觉得上面是信他还是信你？到时候你有几颗脑袋够砍的？既然是误会，还不快追回来？该给的粮饷1分都不能少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小侯爷，留步！哎呀，方才是一场误会，我这就派人将你们甲队拖欠的粮饷补齐。国公爷军务繁忙，这点小事儿咱们就不去惊扰他老人家了。吴桑草，你去地京打听打听，我曹峰是什么样的人。别说你个小小的仓曹参军了，就是那些侯府世子，我曹峰想揍就揍。我这一次来到辽州军前效力，那是皇帝的旨意，你们若是为难我，那就是违抗圣旨。我见不到皇上，我爹可是能见到皇上的，到时候参你们一本，你们兜得住吗？是，小侯爷您放心，这以后甲队的粮饷我每月亲自给你们送过去。小侯爷，咱们弟兄正等着米下锅呢，要不这一次就算了。吴桑草，咱们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既然是误会一场，那我曹峰也不会揪着不放。今日这事就算了，这以后谁要觉得我曹峰好欺负，大可来试一试。多谢小侯爷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左兵，小侯爷您吩咐。你和吴桑草交接一下，将属于咱们甲队的粮饷都拉回去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是。小侯爷您慢走。粮饷回来了，弟兄们，快来看呀！粮饷拉回来了！去，别乱扒了！3个月拖欠的粮饷全部拉回来了，全部都有。猴急什么？小侯爷，信不辱命，粮饷全部领回来了。除此之外，官署还发放了新的军衣、军靴等物。小侯爷，这是此次领取的粮饷清单，请您过目。数量够吗？够，我亲自清点的。你这事办得不错，这一次能领回这么多粮饷，全倚上小侯爷您，我就是跑跑腿。行，列队集合，咱们发放东西。是，弟兄们，列队领取粮饷了。弟兄们，今日我曹峰去官署闹了一通，将粮饷给咱们都领回来了。不仅仅这个月的领回来了，拖欠的也一并领回来了。只要我当甲队队长1天，谁也不要想欺负我们甲队的人，谁也别想拖欠咱们甲队的粮饷。谁要敢这么做，我曹峰第一个不答应。好，小侯爷威武！以前咱们甲队怎么样我不管，但从今以后，咱们每一名兄弟的粮饷是多少，那就发多少，谁也不能克扣贪墨。谁若是敢克扣贪墨，我曹正剁他的手。孙阳。队长，算上之前拖欠你的粮饷，此次该发你2两银子。谢小侯爷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起来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不行这样。以前如何我不管，但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曹峰的人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绝不会让弟兄们饿肚子。是。我现在说的再多，你们也可能觉得是空话。咱们日子还长，看我怎么做就行。去，到那边领一套合身的军衣，把你身上这身破烂换了。是，多谢小侯爷。下一个是墩子。小侯爷，3日之期已过，除了那10几个刺头，大部分弟兄都归队了。我已经按您的吩咐，将他们打乱重编。很好，但人手还是不够。还有，我们的兵器也该换换了。属下在。你带上我们库里那些生了锈的破烂，去甲曹参军那儿给弟兄们换一批新的兵刃来，告诉他，上了战场刀钝了可是要死人的。是。还有，我们甲队满编队120人，现在才到61人。你再去一趟曹参军那儿，让他们尽快把缺额给我们补齐。说是他补不齐，就让他给我们开条子，我们自己去找兵。属下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小侯爷，咱们山子营的马兵曹马大人来了。左兵，你带着弟兄们继续跑，再跑5圈，开饭。是。哎呦，马大哥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小侯爷客气了，您叫我老马就行。走到里边坐。不了，小侯爷，我稍后还要去别的地方，就不进去了。小侯爷，您昨日上报甲队缺额的事，周镇将特意交代了，要给您这边补些人过来。咱们新募的兵不多，各营都缺人，一下子补齐有些困难。这次先给您补
30名新兵，另外还有几个主动要求调来甲队的老兵，我也一并带来了。有了马大哥了。余下的缺额，周镇将的意思是，您可以自行招募，招到了来我这儿登记造册即可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不过有句话我得提醒您，甲队满编120人，您招募兵员可千万不能超额，这要是超了，可是犯大忌讳的。我懂，多谢马大哥提醒。你们几个会和主动要到我甲队了？回小侯爷，我叫段承宗，原是长风营的，在那边得罪了人，待不下去了。听说您这儿足额发饷不克扣，我就想来讨口饭吃。你们呢？也都是被排挤过来的？小侯爷，我叫刘顺，狼子营的。我来不是因为被排挤，那是为何？我家里穷，没背景，我想当官，我想让我爹我娘和弟妹过上好日子。我听说您是镇北侯世子，虽然现在只是个对证，但我赌您将来一定能飞黄腾达。我没什么本事，就是有一条命。小侯爷若是不嫌弃，我刘顺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，我愿跟着小侯爷赌一个前程。好，有意思。不过万一我没爬起来，让你失望了呢？那我也认了，说明我刘顺就没这个命。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留下吧。多谢小侯爷。真不敢想，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盘散沙。小侯爷治军有方。李破甲在，左弼在，陈大勇、胡塔、孙杨、朱进在。我任命你们6人为我甲队代理师长，每人领兵20，但这只是代理。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，我会亲自考校你们的带兵能力，谁带的不好，随时换掉。我们甲队以后是要上战场的，训练我会往死里练，吃不了苦的。现在就可以走，我曹峰绝不阻拦，愿意留下的便是与我同甘共苦的兄弟，我也绝不会亏待。话就这么多，开始今日的操练。是，不练了。这哪是当兵，这是要我的命！我要调走。没错，以前的师长都走了，咱们还留着干什么？小侯爷，营外有一名叫秦玉泉的人求见，让他进来。小侯爷，玉泉，城里出什么事了？小侯爷，我探听到一些消息，觉得事关重大，特来禀报。说来听听。我听说辽阳军镇不日就要出兵征讨作乱的胡人，除了留守部队，山字营也要全员开拔。此话当真？你从何处听说的？是城里一个给军政官署送豆腐的，他说过几日官署没人，生意做不成了。我多问了几句才问出来的。你做得很好，这样以后你每月去支20两银子，专门负责在城内为我探听消息。记住，此事必须保密，绝不能泄露你的身份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去吧，叫左弼进来。左弼，你知道我们要开拔的消息吗？开拔？去哪儿？属下不知。你一点风声都没听到。小侯爷，您下令不许我们擅出兵营，这些天我一步都没离开过操练场，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啊。是我的疏忽，治军从严，却把自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。从今天起，我特许你每日进出兵营，多去和其他营的人走动走动，把我们的耳朵给我竖起来。现在你马上去打听清楚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开拔，去什么地方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将士们，胡人作乱，荼毒乡里，今奉军令出征讨贼，建功立业，就在今日。记起，出发！将军，您看那支队伍，那是曹峰的甲队，果然是将门之后有几分样子。小侯爷，周郎将似乎对我们另眼相看。这位周将军也是外来户，在辽州军并无根基。左弼，沿途为何一个人影都看不到？这里的百姓呢？回小侯爷，胡人作乱时跑得快的都拖家带口逃进了辽阳府城避难。那没跑掉的呢？没跑掉的恐怕不是被杀了，就是被抓去当了奴隶。胡人已退，传令各营入城安营，就地驻扎。陈大勇，小侯爷有何吩咐？你带些人去把那房子占了，清点一下房间，给弟兄们分了。今晚我们就在这露营。是，兄弟们，占房子。周队长，不好意思，这地儿我们甲队先占了。你们甲队的脸比谁都大，我们乙队看上这儿了，赶紧滚开！周队长，凡事讲个先来后到，既然我们先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甲队的地儿。你要是想抢，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他娘的，一个小小的师长，敢在老子面前嚣张！兄弟们，进屋！谁敢拦着，揍他娘的！老子看谁敢再往前一步！老子说话不好使是吧？滚开！甲队的弟兄们，有人欺负咱们的兄弟，怎么办？揍他娘的！揍他娘的！刚才是谁动的手？自己站出来。老子动的手，你想咋的？陈大勇，小侯爷，
刚才他怎么打你的，你就怎么给老子打回来。他娘的，被人欺负了都不敢还手，趁早滚出我们甲队，老子不要窝囊废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队长。你敢打我？我弄死你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弄死他！甲队听令，有人欺负咱们的弟兄，给我射，送他们！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，都住手！大家都是一个营的弟兄。左队副，你哪头的人啊？不帮忙也就算了，拉我们！有话好好说嘛，不要动手！你们这么大，要是出了好歹，是给咱们小侯爷惹麻烦。你打老子做什么呀？你是甲队的，老子不打你打谁？是你娘的！队副，我来帮你干他！陈大勇，打了裤裆，给我狠狠地踹！顾唐，注意你左边那个络腮胡子。周静，别往后躲，正面干他！住手！周指挥，您总算是来了。这乙队的人欺负人，您可得为我们甲队做主啊！我们看好的房子，他们非要抢，不让就动手打人。曹峰，你少放屁！房子分明是我们先看到的，你就说是不是你先动的手？老子先动手怎么了？谁让你们不讲道理？周指挥，您听到了，他亲口承认的是他先动的手。曹峰，我是你老母！帮忙！来人帮忙啊！周指挥，救命啊！要打死人了！曹队长，让你的人住手！若是打出了人命，你担待不起啊！周指挥，您发话，这个面子我一定给。都他娘的听周指挥的，住手！周指挥，你可得为我们乙队做主啊！哼，你先动的手，你还委屈了，丢人现眼！打不过人家，以后就夹着尾巴做人。是甲队的人欺负人，先动手的人，按军法当如何处置？你若不服，要不要我上报指挥使大人，让他给你们断断官司？没事就散了，谁再敢惹事，老子绝不轻饶。多谢周指挥为我们做主。曹队长，我知道你有背景，可一个营里的弟兄，以后下手别那么狠。哎，明白。这周队正是卢指挥使的人，你做了他，就是打了卢指挥使的脸，你自己多注意点。多谢周指挥提醒。行了，赶紧去安顿吧。指挥使大人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啊！那曹峰太无法无天了，我们乙队先看上的宅子，他非要抢，我与他理论，他就动手打人。他明知道我是您的人，还下此狠手，这打的不是我的脸，是您的脸呐！废物，你还有脸来告状？大人，真当老子眼瞎？分明是你先动的手，打不赢人家吃了亏，就跑到老子跟前哭，没出息的玩意儿！平日里让你多操练兵马，你当耳旁风。你瞧瞧人家曹峰，这才到甲队半个多月，就把甲队捯饬得像模像样。你要有他一半的本事，也不至于被人当街暴揍。指挥使，我觉得这曹峰野心不小，不得不防啊！他如今掌控甲队，连左斌都对他服服帖帖。今天他敢打我，您若再不出面收拾他，往后这山字营怕是只知有曹峰，不知有您了。你在教我作诗？卑职不敢，卑职只是觉得有必要敲打他，让他知道谁才是山字营之王。哼，他曹峰算个屁，在我的地盘上还容不得他撒野。你是我的人，你被打了，我自然要为你撑腰。只是有些事急不得，你且先回去养伤，这些日子少去招惹那条疯狗。是，稍后去吴苍草那儿支10两银子，拿去买药治伤，再买些肉给弟兄们补一补。还有，把乙队给我往死里操练，别再给我丢人现眼。多谢指挥使恩典，卑职明白。来人，请胡先生过来。大人，深夜召见，所谓何事啊？胡先生，自从那周元来了辽阳军阵，下面的人就心思活泛了。以前各营我说一，他们不敢说二，现在都往周元那边凑。那曹峰之事，我已听说了。一个曹峰不足为虑，我愁的是周元把手伸进了我的山子营，我感觉有人在针对我，或者说针对我们卢家。我谋求都指挥使一职，本是十拿9稳，现在却处处受制。先生可有破局之策？破局倒也简单。据我所知，周元能来辽阳，是二皇子在背后出力，他想掌控辽阳军阵，成为二皇子的外援。这又如何？我们处处被动，皆因朝中无人呐。既然和周元尿不到一个壶里，我们何不也寻一靠山？
先生的意思是，如今我大前除了二皇子，六皇子势力也不可小觑啊。若是我们能靠上六皇子殿下，背后有了这棵大树，您担任都指挥使，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？届时再凭借卢家在辽州的影响力，架空一个州园，易如反掌。投靠六皇子，此事干系甚大，站队夺嫡，一步走错是万劫不复。我一个人做不了这个主，我必须立刻与家族主事人商议。父亲，大哥，族长，父亲，何事让您动此雷霆之怒？我刚听说有奴仆被……还不是李信那个老匹夫，侵蚀军意。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说我辽州军无能，镇压叛乱不力，让我颜面何存？简直欺人太甚！大哥，李信是3朝元老，我们与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何会如此不给卢家颜面，当众针对你？这莫非是陛下的意思？哼，慌什么？陛下若真要动我们卢家，遇到圣旨就够了，何必让李信来演这出戏？他这是在敲打我们卢家，怪我们让那帮胡人闹得太过，杀了朝廷的节度使，让皇室丢了脸面。说到底，还不是那帮喂不熟的白眼狼，现在是越来越过分。以前咱们让他们闹一闹，我们出兵平叛，他们抢钱抢人，我们拿地拿军功，各取所需。现在倒胃口大，竟敢不打招呼就杀了节度使，这下捅了天大的娄子。父亲，孩儿派人去警告过他们，让他们交出凶手，可他们根本不理会，还扬言我们敢插手，就连我们一起打。好得很，翅膀硬了，想单飞了。既然他们不听话，那就让郑国公的大军去教教他们规矩。抄命令，那几家反骨仔我们不管了，断了给他们的所有消息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们通风报信，他们能活几天？那其他几步呢？派人去告诉那些还听话的，让他们最近都把尾巴夹起来，该躲的躲，该藏的藏，千万别跟朝廷的大军硬碰硬。等这阵风头过去，让他们主动请降，我们自会在朝廷那边替他们周旋。是，孩儿明白。这一次胡人不听话，捅了大娄子，咱们卢家也跟着受到了牵连。传令下去，有些生意该停就停，等风头过去再说。朝廷盯着我们，不要留下任何把柄，让人弹劾。是。当然，你们也不必过于担心，朝廷就算对我们不满，也还不至于动我们。毕竟六皇子殿下会为我们说话。大哥，我们要站队六皇子了，现在就站队，是不是太早了些？几个皇子如今实力相当，六皇子的优势并不大呀。形势逼人，不战不行啊！我们卢家屹立辽州100年，早就成了别人的眼中钉。以前还能观望，现在不行了，再犹豫不决就是墙头草，到时候两头不讨好。六皇子多次拉拢我们，此时投靠就是雪中送炭，反正早晚都要选，不如就赌这一把。父亲说的是，如今形势，我卢家若无靠山，想守住这份家业难啊。没错，若能助六皇子登上大位，辽州军都督之位，必然还是我们卢家的。大哥的苦心我们明白了。父亲，二弟从辽阳军好看却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，立得太弱，跟小孩过家家似的。战场厮杀，敌人可不会站着不动让你砍，你这么慢悠悠的挥刀，早就死800回了。李叔，我没上过战场，还请您教我。小侯爷，严重了，我这都是些粗浅刀法，怕入不了您的眼。只要能上阵杀敌就行。好，小侯爷记住，战阵刀法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，无非就是3个字：快、准、狠。快、准、狠。没错，出刀要快，砍得要准，力道要足，一眼就要瞅准敌人甲胄护不住的要害，一刀毙命。每一刀都要用尽全力，不能留情。
小侯爷，你就当这木桩是敌人，我标记的地方就是人的要害，你就对着这几个地方砍上成百上千次，练出肌肉的本能。拜见卢指挥使。曹峰，周镇将有令，命我山子营负责押送一批粮草。卑职听令。我决定让你们甲队负责此次押送，明日启程返回辽阳府，将500车粮草护送金昌县来，不得有误。押送粮草，卢指挥使，就我们甲队？就你们甲队？500车粮草不是小数目，我们甲队只有100多人，怕是看不过来啊。这是命令，能不能完成是你的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抗命不遵。不敢，既然指挥使如此信任我们甲队，那就是拼了老命也得将差事办好。哼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记住，归期是8月初7。若是你没有按时将粮草押到，军法不容情。卑职明白，去吧。卑职告退。小侯爷，怎么办？胡人已经冲过来了！不要粮草了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往林子里跑，保命要紧，快！是。小侯爷有令，弃了粮草，往林子里跑。小侯爷，你先走，我来挡一挡。李叔，不要恋战。小侯爷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混账！走，去那边收拢人手。小侯爷，别过去！左兵，会合。胡人随时会追进来，我们必须把人手聚起来。来不及解释了，小侯爷，听我的，咱们先找地方躲起来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快走！周进他们要杀你！什么？左兵，你找死！周进，小侯爷待我们不薄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放他一马。左兵，你敢不听指挥使大人的命令，信不信老子连你一块杀了？果然是陆聪的阴谋。我左兵在军中20年，就是个任人容捏的软柿子。是小侯爷看得起我，把我当人看，还让我当了队副，给了我银子，给老娘治病。今天谁想伤小侯爷，就先从我左臂的尸体上跨过去！你娘的！你想找死，老子成全你！兄弟们，一起上，别让曹峰跑了！弄死他！曹峰跑不远，先宰了这个坏事的狗东西！死吧！周静等人谋逆，要杀我，快去帮左臂！不好，曹峰的援兵到了，快走！追，一个都别放过！不要追了，胡人骑兵已经下马进林子了，先收了我们的人，应付胡人要紧。小侯爷，胡人已经退了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别紧张，他们不是卢聪的人。刘顺，你手里拎的是什么？娘的，这2个虎狗像疯狗一样追着老子不放，被我顺手剁了。六子兄弟，你醒醒啊！小侯爷，粮草和民夫都被胡人劫走了，我们必须立刻派人回金昌县求援。来不及了，此去金昌县路途遥远，我们的战马也全丢了。等援兵赶到，胡人早就无影无踪了。那怎么办？粮草丢了，我们活着回去，按军法也是死罪一条啊，没法交差的。死罪？那还回去干什么？不如跑吧！你想当逃兵啊？被抓住一样是斩首示众，反正都是死。当逃兵说不定还有条活路。小侯爷，您拿个主意吧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弟兄们都安静，他们说的对，我们丢了粮草，回去是死，可若是当了逃兵，一辈子东躲西藏，一旦被抓住，依然是死。我们已经无路可退，所以我们只有一条活路，那就是把粮草从胡人手里抢回来。小侯爷，这不可能，胡人骑兵骁勇，我们这点人手还个个带伤，怎么抢？这是去送死啊！胡人刚打胜仗，必定轻敌，他们觉得我们已经是丧家之犬，绝想不到我们敢杀回去。小侯爷的意思是出其不意？没错，他们有粮草和2000民夫拖累，走不快。200骑兵要看管这么大的队伍，兵力必然分散。只要我们打得够快、够狠，在他们集结起来之前重创他们，这一仗我们就有胜算。可我们是步兵，白天硬拼还是吃亏。谁说要白天硬拼了？我们可以趁着他们熟睡的时候下手，悄悄跟上去，总有下手的机会。娘的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不如跟着小侯爷去赌一次，万一抢回了粮草，咱们就都活了。对，跟他们拼了！与其窝窝囊囊的被处死，不如拉个胡人店被死也
面目了。好，弟兄们，只要曹峰还活着，就绝不亏待大家。凡是跟我去的，我自掏腰包，每人赏银20两；战死的，我给家里送50两。我曹峰在此立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五雷轰！小侯爷，我们要是也跟着去，也给银子吗？当然，只要是有卵子的爷们儿，愿意去拼命的，一视同仁，同样给20两白银。我从卢家，你们等着，老子活着回来。